好，接下來有關於中東的戰事，趕快帶觀眾朋友來看到的是美國跟伊朗現在持續的在對峙，而且已經被逼到一個快要到臨界點了。我們現在看到美軍的各種武器都已經擺出來，大舉的壓境哦。那白宮也放話，這1-2天內就可能會正式的來動手。重點是包括了現在可以看到美國內部它的披薩指數也不斷的狂飆，在此刻呢，川普再加碼，他說還有一支除了林肯號之外，已經在中東了，還有一支美麗的艦隊，川普說正在航向伊朗。我們現在來看，把這個武器也擺出來，包括了美軍跟伊朗各自祭出了哪一些武器。林肯號打擊群之外，還包括了各種的運輸機，包括 F-15E 等等，還有 F-16等戰機都已經擺出來了。再來就是 B-2 轟炸機這一系列，美軍現在蓄勢待發，伊朗。我們趕快來看到，除了這個彈道還有防空飛彈2000枚之外，年產能更是可以達到3000枚的飛彈，還有各種的飛彈都已經寄出來，無人機、無人艇，甚至是這個狼群快艇會做飽和攻擊，還有它的智能化的全監控的系統，全部都已經擺出來了。節目一開始，趕快請教委員怎麼看了？傳出美國說的哦，在中東的事情，他們可能1-2天內就會動手，再加上披薩指數不斷的狂飆，已經進入開戰倒數了嗎？第2艘航母，川普說的美麗的艦隊是否也很快即將到達中東？委員怎麼看？美國要這個時候攻打伊朗，這個幾乎是美國最好的時機。如果閃過這個時機，機會不大，因為現在是伊朗最脆弱的時候。它的通貨膨脹啊，它的貨幣貶值，它的物價高漲，使得老百姓對於整個哈梅尼政權失去了信心。雖然哈梅尼政權使用革命衛隊，用最殘酷的方法殺害老百姓，然後來穩固政權，但是這個比清朝末年更糟糕，因為他經濟問題沒辦法解決，老百姓過不下去。今天起義被你壓制了，隔2天再起義，你看永遠壓制不完。所以這個政權是已經到了最脆弱的時候。那再加上他的民選政府跟他教士集團跟革命衛隊，基本上是互不信任啊，已經到了很嚴重的地步了。所以這個時候，美國要打擊伊朗，它基本上不是去佔領領土，它基本上的目的就是要以斬首行動來除掉教士集團的頭目，大概有30個，那除掉革命衛隊的頭目大概有50個，再加上有10個導彈機的彈藥庫，總共加起來大概90個目標。要除了這個90個目標，1艘航空母艦不夠了啊，要至少要2艘以上。那現在會開戰，也要等到2艘齊備，再演習訓練一段時間，跟委內瑞拉一樣。委內瑞拉那個菜的國家，他都布陣演習了好幾個月，所以他可能會演習一段時間，讓這些飛行員熟悉領空的控制、防空導彈的運作哈。再來就是說，情報到底收集好了沒有？委內瑞拉當時在維也的時候，也是在收集情報，哪一些人可以收買，哪一些人必須打擊，哪一些人必須杯葛，這個情報要先做好。那但是對伊朗來講，不只要做這個工作，還要了解到他要打擊的90個對象到底精準位置在哪裡。簡單，哈梅尼到底藏身在哪裡？如果哈梅尼藏身在地窖裡面，我要用什麼武器直接把他炸死在地窖？這個都是在規劃、參謀作為的運作。那如果情報不靈呢，他當然就不會開刀了。如果情報很靈，就像說馬杜羅這個美國已經是連他的衛隊的隊長都收買了，他就很有信心，知道他人在哪裡。那也知道說革命衛隊會配合，不是他的守衛隊會配合把他的古巴的警衛給幹掉。那這個都部署好了以後，他當然就出擊了。那現在這個川普就是重施故技。所以部署這些飛機、這些導彈，當然伊朗也不是無下阿蒙了哈。但是，可是問題是以伊朗的實力要達成反擊的能量，我個人認為差距太遠了。所以伊朗說有多少導彈啊，或者東西，那個吹牛的成分比較多。他說蔡總你怎麼說伊朗吹牛呢？他不是打擊到以色列嗎？是的，以色列是假設不被攻擊為原則，可是他被攻擊的時候，伊朗的精準度顯示有問題的啊。那對於美國的航空母艦會不會被攻擊啊？對，那我們正在看看有史以來第4航空母艦被攻擊會長了什麼德性啊？是。那如果美國航空母艦被攻擊的話，那
東方某小島人就要閉嘴了啊，基本上就閉嘴了啊，因為連伊朗那麼菜的導彈都能夠打得到，那伊朗動不動吹牛它有高超音速導彈，絕對沒有了。現在全世界戰場上唯一出現的高超音速導彈只有俄羅斯的增速導彈，數據上被確認的。那伊朗絕對沒有，為什麼絕對沒有？因為它沒有固態液體的燃料啊，它沒有固態燃料，它怎麼做出高超音速導彈？所以我覺得伊朗啊，可能還在加油啊。所以3000枚飛彈，都是地對地的，要打這個在海上目標，可能還有待檢驗。好，所以持續這個一樣的問題，也請教將軍。剛剛講到說，有沒有可能伊朗去打美國的航母？因為川普也說了嘛，現在除了林肯號之外，另外一艘航母也即將要抵達中東了。那麼，包括伊朗的飛彈、無人機，如果進行飽和攻擊的話，他會選擇航母，還是可能會打美軍基地或以色列？如果打航母，當然這威懾力會比較高嘛。從二戰之後就沒有這樣子的事情過。厲將軍怎麼看？我覺得這次川普很明顯的哈，他只是想要借軍事的壓力哈，對伊朗來施壓，逼着伊朗再回到這個談判桌上面哈，談2件事情。第一個就是他要求伊朗要這個解除他的核子濃縮鈾的方面要解除掉哈。第二個來講，要伊朗撤除他的導彈，因為這2樣東西對以色列是最大的威脅哈。但是我覺得川普只是他會不會真的想動手？我覺得他就算他想動手，可能五角大廈那邊會給他提供一個忠告，這時候動手不是很好的時機。我們從幾件事情來分析。第一個，我們上次看到美國這個對伊朗動手啊，它是最少它都部署了雙航母哦。那這次對於伊朗這種中等的強國，你現在只有1艘航母在那邊林肯號，那川普在那邊吹牛了。他說還有一支美麗的艦隊，我特別去查了一下哈，這個美國的所有航母現在目前在部署中的有3艘哈，就是這個林肯號，另外還有華盛頓號哈，還有福特號，這都已經部署了，一個是在橫須賀港，一個是在這個委內瑞拉那邊哈，另外在作業中也就可以部署的只有2艘哈，這羅斯福號跟布希號，可是他們現在的位置分別在美國的東西兩岸。太平洋跟這個大西洋，那如果說要過去是可以，可是最少以現在來講的話，從這個不管從大西洋到達這個阿拉伯海哈，最少大概我認為最少10天以上的時間才到得了。另外有2艘是已經在部署完了以後，在阿兵哥在休假哈，那2艘是李米茲還有卡爾文森號，另外還有3艘哈是已經在大整修的，有3艘雷根號、杜魯門上次在這個中東那邊哈被炸的。我想說大家都知道撞船的那個，還被這個他飛機還掉到海裡面，還有1艘是艾森豪威爾號，這都在整修之中。所以說美國能夠動的航空母現在只有2艘，這2艘現在看起來好像還沒有往這個中東地區運動。那第3個理由，我認為說是美國川普現在還不太可能動手，當然就是海灣國家不認同哦，包括沙特，包括阿聯酋，他們很怕伊朗對他們油田來做攻擊，他們倒不是不支援美國，而是他怕他的油田被攻擊。如果伊朗貓起來打的話，哈，這個不分青紅皂白，那他們為什麼要這個遭受池魚之殃？所以這2個國家他就不願意美國借用他的，你們打你美國自己去打，但你不要用我的領空，不要用我的基地，以免我遭受伊朗的報復性打擊。伊朗可能打美國打不贏，但是打我的油田那是絕對沒有問題的。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們看美軍哈用兵這幾次的用兵都是速戰速決哈，他不管對委內瑞拉1天結束，上次去打伊朗也是1天哈，這個 B2 轟炸機飛進去。轟炸完以後，這個就當天就出來就結束了，他絕對不會陷於一種持久戰。我覺得美軍有他們的智慧了。那這次如果說是你不能在這個速戰速決，而陷於一種持久戰的話，就算是你可以把伊朗打到這個傷殘或怎麼樣，可是問題是說你自己要付出的代價更大，尤其是說你要擔心這個伊朗。他不管他的無人機或者導彈再怎麼樣，對以色列、對你美軍，甚至於對你的航母戰鬥群
都是很大一個威脅。那這個日子久了，時間拖久了，對美軍來講是不利的。是好，美軍要不要動手，這考量到要非常多的條件。那當中，剛剛酈將軍也特別幫我們提到，就是有關於沙烏地跟這個阿聯酋這一次不願意借他們的領空，除了是油田的原因，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原因？等一下請賴老師來幫我們看。那川普為什麼這一次再派另外一艘的艦隊前往中東，是代表現有的軍力兵力還不夠，可以鎮壓伊朗的意思嗎？賴老師又怎麼看？伊朗的國土面積很大，人口很多啊。那你要去轟炸伊朗的話，最好的距離位置除了巴基斯坦，還有這個阿富汗啊，是在伊朗的東部啊。另外在西部裡面有伊拉克、有阿聯酋、沙特啊，在北部有土耳其。如果你要去轟炸這個德黑蘭，你要去轟炸這個伊朗的重要的軍事設施，那你當然要使用這些軍事基地是最方便的。土耳其有美國的軍事基地，但是土耳其這次已經很明白的說不可以使用我的軍事基地，我的領空也不開放。阿聯酋跟沙特也做同樣的一個表示啊。那現在只剩下一個卡達的軍事基地，可是卡達它距離伊朗很近，伊朗的中程的彈道導彈是可以攻擊摧毀到這個卡達的軍事基地，所以在對美軍來說的話，已經把卡達的空軍的軍事基地的眷屬跟非必要人員已經撤離了，留下的就是戰鬥人員。但是對於美國來說，還是要維護這個最近的空軍基地的安全，所以它的薩德系統跟這個有關於這個愛國者導彈都已經進來這個保護。可是問題就在於，那你要從哪些地方來去對於伊朗進行攻擊？現在被局限在只剩下在阿曼灣這個地方。也就是在阿曼灣這個地方，也就是伊朗的西南部，這個對於伊朗境內進行攻擊的話，一個航母戰鬥群就不夠了。因為一個航母戰鬥群就是一個空軍的連隊，是88架的戰機左右，包括空中預警機、電戰機。例如說，它有2款的 F-18，一個是咆哮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也是 F-18的強攻機。那另外當然它還有隱身戰機在裡面，可是這樣還是不夠，怎麼辦？他也把這個導彈驅逐艦跟護衛艦，也就是可以裝這個魚叉導彈的這個導彈驅逐艦、護衛艦也都派過來了，潛艦也進來了，因為潛射也可以用魚叉導彈來對於，尤其是對伊朗進行巡弋的攻擊還不夠，所以一個航母戰鬥群再拉過來，就等於是有2個空軍連隊，這樣的話就能夠構成至少100多架，170幾架戰機，如果再加上地面的軍隊的話，200多架戰機才能構成足夠的威懾力。目前美國的軍方，特別是太平洋艦隊的軍方官方的，他已經宣布，他證實了，在上個禮拜1月21號的時候，從聖地亞哥，也就是羅斯福號航母戰鬥群本來的駐守的地方是在聖地亞哥，他已經離開母港了，離開母港已經開始進行演練了，所以他開始往中東的地區來移動。但是問題是具體的位置在哪裡，他們不說。那是在1月21號，由太平洋艦隊正式宣布，他們的軍隊已經開始進入演練。那如果說以1月21號，現在是1月29號的情況來看的話，所以川普所說的另外一個航母正趕往這個基地趕往伊朗的阿曼灣，這個可能性就很大了。也就是說，即將快要到達了這個阿曼灣，那這樣就構成2個航母戰鬥群對伊朗的一個打擊的一個態勢。目前大家很早我們就推斷了因為當時就已經推斷，攻打伊朗，剛剛蔡委員有說，一個航母戰鬥群的戰力是不夠的，一定要2個航母戰鬥群。那原本我們就推斷這個羅斯福號航母戰鬥群的可能性是最高的。那以太平洋艦隊的宣布、官方的公布來說的話，他們在上個禮拜就已經離開了，已經開始演練，然後不說它的具體位置，我們就合理的推斷，確實。這個川普所說的2個航母戰鬥群趕往這個地方，很有可能這過2天它就出現在阿曼灣。那這樣的話，這個對伊朗就形成了一個強大的軍事火力的一個打擊。用這樣的一個強大的軍事火力的打擊的態勢，可以造成一種軍事上的一種我們叫做極限施壓，來逼得伊朗跟他進行談判。是我個人認為，目前來講。施壓到一個程度，如果伊朗還是不談判，那伊朗也採用針對性的一個方式跟你對抗。對於川普來講，這個就賭很大了。所以我們看到股市最近波動很大，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川普會不會再一次的 tackle？如果川普後來發現打起來，股市、油市那個重大的挫敗，然後金價又往上飆漲，那還得了啊？那這個大家逃離美國的話，那這個對美國來講是不得了的事情了。所以会不会川普考慮到他的股市的震盪的問題，那乾脆就這個高壓的態勢也被識破了，那也打不下去，就不打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Taco就典型貼在這個川普的臉上了。可是如果一打的話，我們保證油價絕對會漲，对，股票絕對會跌，对，那這個會造成美国跟很多國家的動盪。好，謝謝賴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每週